1927年，日本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提出，要征服世界必须先征服中国，要征服中国必须先征服满洲和蒙古。因为日本地少人多，资源匮乏，所以要先征服富饶肥沃的满蒙，以此为基础对外进行侵略扩张。4年后，日本汉人发动了918事变，完全占领了东北地区，并控制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。为了满足侵华战争的需要，日本投入巨资大力发展工业、矿业，使东北的经济一度处于亚洲的前列。可这所谓的繁荣，是用无数中国人的尸骸堆积起来的。当时大量的中国百姓被强制征用去挖矿修铁路，虽然像牛马一样干着最脏最累的活，但却没有1分钱酬劳。加上日本监工的极端残暴，至少有数十万人饿死、累死、被打死、被杀害。可以说，当时东北的每一座矿山都是一个恐怖的集中营，挤满了中国劳工的冤魂。1959年，日本导演小林正树将这段历史改编成了电影《人间的条件》。在所有的日本二战反思电影中，该片堪称是最彻底、最有力度的一部。除了揭露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外，也深刻反映了军国主义对人性无情的摧残。故事讲述了1943年，日本钢铁公司的小尾因为不想从军，所以被派往了满洲的老虎岭矿山，负责管理中国劳工。满怀人本主义的他，首先提出了对劳工的生活条件进行改善，让其享受应有的福利待遇。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遭到了同事的嘲笑，因为在矿山上，日本监工从来不把中国劳工当人看待，处处欺压打骂，但凡敢逃一律杀死。小尾察知这些恶行后，开除了所有工头，改由公司直接雇佣劳工，以减少中间的盘剥压榨。离职后的工头们并没有就此罢手，而是通过层层关系将劳工骗出来，再转卖到其他矿场。不久后，面对急剧下降的劳工人数，日军送来了600个中国战俘。当火车门打开时，一个个蓬头垢面、骨瘦如柴的人有气无力地爬了出来。他们已经被饥饿病痛折磨得没有了人性，身体和精神早已接近崩溃。而车厢里还有很多具被活活闷死的尸体。眼前的一幕幕惨象让小伟惊愕且不忍直视。这群特殊的劳工被要求单独看管，周围用3000伏电压的铁丝网围起来。实际上，他们大部分都是日军抓来的中国百姓，只有老王、老高等少数几个人是抗日军人。小伟答应他们，只要不逃跑、配合工作，便不会有人被杀。可监工们面对所长下达的增产命令，不惜一切手段压榨战俘劳工，对生病和偷懒的一律杀死。这其中要数港企最为残暴。愤怒不已的小伟打算以过失杀人罪起诉他，可所长对此坚决反对，声称不能拿一个勤奋的日本良民去换一个囚犯的贱命。况且监工们不过是为了增产而奉命行事，都是出于一片爱国之心。而且正因为港企残暴，才能管得住上万人的矿井。傍晚在铁丝网下，老高斥责小伟和其他日本人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根本不值得信任。小伟无奈地表示，如果你们仅仅因为我是日本人就把我当杀人犯看待，那么你们将失去这里唯一的朋友。小伟一直认为，劳工们有了良好的生活条件后才会自发地努力工作，达到矿山的增产目标，到时候总部也会大力支持他这种人道主义的管理方式，这是他在心中构建的一个理想的多赢途径。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他的每一步改革都难如登天，一切努力没有得到劳工们的信任，也没有得到同事领导的支持，还因此得罪了不少人。向同事鼓舞，就联合工头们买通了变电所的工人，私自在午夜关掉电闸，放出战俘，再进行转卖获利。最后呢，再把责任全部推给小伟。遭到军方严厉警告的小伟将老王等人叫来，诚心的希望他们配合自己温和的改良策略。可对于劳工们来说，需要的不是什么福利待遇，而是回家，是尊严和自由。所以之后，老王继续配合鼓舞，趁着小伟休息和放松警惕的时候，多次将战俘劳工放了出去。小伟并没有因此去严加防范，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也在默许劳工们的出逃。这天在矿山上，老高等7人因为躲避鞭打而被港企诬陷是逃跑。军方面对先前接二连三的出逃事件，打算将这几人全部处决，以震慑所有的中国劳工。小伟曾试图去辩解，但日本军官却说，逃亡不是重点，重要的是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小伟想尽各种办法，利用一切关系，想去挽救这7个被冤枉的生命，可惜都无济于事。第二天，军方要求小伟这个人道主义者必须站在刑场观看处决。
但看着老高等人先后惨死在日军屠刀下时，再也无法忍受的他跑过去进行阻止。日本军官惊讶之余，举起刀连他也要一起杀掉。此时在老王的号召下，劳工们纷纷振臂高呼以示抗议。小伟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欣慰，因为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信任和帮助。最后军方迫于压力，没有处决剩余的战俘，而小伟则遭到了关押和毒打，并被总部解雇征调到了前线作战。满目疮痍的矿山上，他和爱妻美千子进行最后的告别。那是一个绝望的拥抱，那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孤独背影，在荒山上艰难的跋涉和抗争。山丘上，与老高相爱的慰安妇春兰用石子不断地砸向他，并不时骂道：“日本鬼子不得好死。”正如小伟说的，我是日本人并非我的错，但这却成了我最深重的罪孽。他满怀人道主义的理想，试图以一人之力去对抗疯狂暴力的军国主义体系，改变对中国劳工的种种不公。而残酷的现实让他困在了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中，成为了一种无力的存在。在这个无情的时代面前，在无数惨无人道的日本人中，他的善良显得那么卑微和渺小，但却是唯一的人性之光。